我出10个亿。叶老弟，我也出10亿。我也出10亿。停！你们3个是对10个亿有误解，还是对做慈善有什么误解？100万可以建一所学校，你们自己算。叶老弟，我老祖宗说了，他为了我，把下面的人脉都要用尽了，只想让我能做出点可以在下面吹嘘的事情来。喂，哈利。叶哥，你那8架私人飞机的交付时间，我昨晚已经确定下来了。从今天起算，华国时间下个月7号将会抵达山青。虽然制造商那边也会安排相关专业人员去辅助你的验收，但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也可以自行找人来帮你进行验收。行，到时起飞时你再通知我一声就行。放心，那是肯定的。叶哥，天然气的期货价格的涨幅，距离咱们入手时已经高达140%了。3个月的合约期现在都还没过去1个月，这会儿谈涨幅什么的意义不大，稳着就好。我会稳着的。你不是说接下来的1年里天然气涨幅会达到10倍吗？为此，我父亲不停地抄着期货市场上抛出来的体量，他让我再跟你说一声，到时候和你平分。U2集团的资本这么雄厚，没想到老凯恩这么快就开始发动2次战役，叶松颇为意外。同时意外的还有 U2集团的雄厚资本。由于之前撤销能源期货的空单，以及后续12倍杠杆抄底的这2个操作，随着如今能源期货的疯狂暴涨，我父亲目前在 UR 集团的话语权已经重返巅峰。再加上有连同叶哥你那15U 在内的共计41U，加12倍杠杆抄底的基本盘在哪？所以我父亲之前在会议上提出的乘胜追击，并没有招到任何异议。毕竟集团里头的股东们一样清楚，这是 UR 集团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机遇。再就是这次发起对能源期货的外抛接收，并不加以杠杆，所以相对而言风险性也是大幅度下降的。这样一来 ，UR 集团内部的股东更加不会有多大意见了。你们这番照单全收的持续式抄底，应该会引来了外界的很多声音吧？他们都认为 UR 集团跟我父亲这是走火入魔了，是在作死。因为外界认定毛子对欧断供天然气不会持续太久，就算毛子宣布断供时用的是无限期都好，外界都觉着欧盟那边肯定会想办法去解决毛子的断供的。而只要毛子的断供问题得以解决，那么天然气必然又将会迎来大跳水。也是因为这个，所以期货市场上才会持续不停地出现抛售的情况。几个月后，他们就会理解什么叫众人皆醉我独醒了。对了，叶哥，我跟西亚的几位王室成员已经敲定行程，这2天我和他们一起前往山青。西亚那几位王室成员怎么还扯到他们那去了？说归说，虽然西亚那几位王室成员着实是自发给乐兹帮了一些忙，但叶松跟他们见面的次数始终是屈指可数。突然听说他们要来华国，叶松心里头还是难免有些怪怪的呀。行，到时过来的时候提前通知我一声，我安排人去接你们。应该不用接，叶哥你到时发个位置坐标就好。不用接。叶松微微一愣，但也没多想，寒暄几句后便挂断了电话。叶哥，你入手私人飞机了，而且是下个月就交付。你小子都整起什么布加迪威龙来了？听说光是你车库里头的车就已经好几千万了，我要是再不弄几架私人飞机的话，那还说得过去呢吗？不是，弄几架私人飞机。捕捉到叶松用词所在的张强错愕道8架。无需叶松作答，知晓这事儿的李海滨着打出了一个8的手势来。什么玩意？8架？给乐资安排1架，给乾隆游戏安排1架，给龙兴地产安排1架，再给龙兴影业和龙兴投资安排1架，这里头就没剩几架了。再说我不也得给自己安排几架轮流做吗？还有就是龙兴半导体科技那边，用不用得上是一回事，有没有又是一回事，所以都被上1架专机算了。叶老弟，刚才你说我们混淆了慈善的概念，你是不是混淆专机和专车的概念了？你这是把专机当成专车给安排了？就几亿1架而已，满打满算就7、80亿罢了。再一个老张，你负责的龙兴投资出去谈个业务，直接专机过去，拉不拉风？还有强子，你负责的龙兴影业有个专机，不是也方便吗？方便，叶哥给力。林大小姐，我想你过来应该不是跟我叙旧闲聊的吧？你觉得叶松这小子如何？听着林夕这不太寻常的作文，李雅脸上的表情微微一变，继而道：往事不究的话，完美；究起往事来的话，就不完美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没想到林夕跟自己玩上了咬文嚼字来的李雅再是一愣。不是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对他产生了情愫？闻言，李雅的脸色再是为之猛变。林大小姐，听你这意思，是觉得我喜欢上他了呗？即使是看上他，那也很正常。众所周知，王建安这位49城新生代第一人，一直都倾慕于你。可惜的是，即便连他这种主儿都无法进入你的法眼，纵使他倾心多年，到来头也不过是襄王有梦使女无心。就在这么一种背景下，叶松出现了，短短的时间便从社会最底层独自缔造出那种匪夷所思成就来，非但将王建安这位49城新生代第一人给折服，饶是连紫禁之主都对他重视有加。说句实在的，如果他不是林家人，如果他是单身的，我想连我林夕都绝对抗拒不了，乃至于倒贴去追求。但是说到这，林夕又顿了顿声，旋即语气一缓。但可惜的是，他已经有家有室了，
所以就算他再完美再无可挑剔都好，只能暗自遗憾，命中缘分不济。雅，我没资格去对你进行说教，我只是想说，孽缘当断则断，否则漩涡一旦启动，后果很严重很严重，这一点你应该比谁都清楚的。更何况就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也不可能会去辜负妻儿子女，这也注定了你若不将心中的情愫砍掉，到头来必定是自寻痛苦。而当断不断的另一面，则是越陷越深。在林夕的这番话下，若换作是其他女的，肯定会死不承认。但李雅显然跟其他女人不同。你什么时候察觉到我对他有情愫的？就在你送他回林家四合院的那天晚上。那李团团知道吗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，但是我试探过他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，他的回答很直接，他不担心叶松背叛婚姻，因为他知道担心也没用，而且他也相信叶松不会背叛。不过若是真的出现万一，那他会选择离开，放弃所有。没错，我的内心世界中确实是抗拒不了像叶松那般堪称完美的异性。不过我也深知这份所谓的情愫实则是造孽，为此我从未向他表达过任何一丝的情愫，更不存在任何一丝越线出格的行为，而且我从未打算过将这份情愫进行任何的表达。虽然我没谈过恋爱，但我想说，这难道不是自找痛苦吗？情若能自控，要心何用？所以情愫这东西是完全不受控的，而我能做的就是保持着绝对的理性去面对内心的情愫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。最重要的还有另外一点，那就是我同样了解叶松，所以我也清楚他不可能会去做出任何对不起婚姻跟家庭的事儿来的。而像他这样的人，能在2-3年时间从社会最底层走到当下这般连4-9成新生代第一人都得仰望得住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女性会成为他的诱惑。心里有着这么一道影子在，以后的婚礼又该何去何从，又如何去接纳未来的另一半？这是问我，还是问你自己？我该遭遇到的，你也一样会遭遇到。咱们彼此其实区别并不大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会对叶松产生情愫，而你不会。但在我足够理性去面对心中情愫的背景下，这一区别并不重要，你说对吗？霎时间，林夕哑口无言的正然失神不已。话说，有考虑过感情跟婚姻的事吗？这个问题你不先问一下自己，然后给我个答案让我参考参考。你我在这方面上是有区别的，至少那位4-9成新生代第一人对你的倾慕至此都应该不曾褪色过，不是吗？以前我都接受不了他，更何况现在。在叶松横空出世之前，哪怕我对他不来电，但也不得不得承认他的确很出色，出色到连我都认为4-9成新生代第一人这个称谓不存在什么水分。可在叶松横空出世后，就那位第一人的种种表现，我只能说要么是我高估他了，要么是4-9成的新生代真是一代远逊于一代了，所以我跟他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然后呢？没那么多然后，非要说的话，那就是顺其自然吧。等哪天遇上一个看得顺眼的，或许就会选择将就凑合了吧。将就凑合，这话从你李雅嘴里说出，属实是有些不可思议。如果讲究不来，凑合不来，那又该如何？或许孤独终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。